做的自由的模型 TC 狗为您分享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欢迎各位收看这一期的模安分享。本期要和各位分享的是萝卜头漫出品的首款拼装模型白鹿空战型。没想到迟了这么久，这个视频还能赶上一波白鹿的小热度，一切还是要以官方微博为准。虽然我们一直都说是聊天记录，那确实不得不信了，但是你别全信，把别人当傻子糊弄的有的是。那么闲话也就不多扯了，毕竟也是这么长时间了，大多数玩家都已经是玩完白鹿了，我这个也是顺带补一下坑，然后再简单的吐槽一下。有一说一，在不考虑其他外在因素的情况下，单论模型这一款白鹿，我个人认为属于是那一种用心制作和设计的，但是经验不足导致问题频发的半成品模型。本款模型的盒子也不小，而且这个锋会我个人是非常的喜欢，视觉冲击是不错的。算上支架一共是22块板件，在一众国模里边相对来说算是少的那一个。后面批次好像是都给了一个关节加固胶水，还有一个简易的使用说明，算是一种补救措施，但老实说这个补救有点晚了。然后我们来看一下合金骨架部分，大部分的组件都是预组装的形式，到时候直接拼起来就可以了。细看一下合金件还是比较粗糙的，坑坑洼洼的部分会比较多，从观感上来说会比较一般，并且关节阻尼感都会比较松。另外盒子里边还有一半软胶件，这个主要就是造型手和驾驶员了。本款模型的说明书为全彩印配置，这一点给个好评，并且板件颜色也都有进行标注。至于零件排布，那还是再进步一下吧。最少的头部和无人机的部分都需要7块板件，会比较麻烦。水贴也是给了一大张，这里我们拉近来看一下整体的文字细节清晰度。拍摄视频之前，我还用微距拍了一个水贴的图，怎么说呢？文字看上去有点断断续续的，也算是能看得出来，而不是国产盗版那种一坨方块的状态。实体坚韧单独是给了一个分件，并且是银色的玉涂装。金色板件也是带有玉涂装的配置，不过这个部分没有多少隐藏之口。透明件是非常的通透，这一点确实要给好评。支架透明件按照说明书的说法是哑透的板件，我这一批的特点是只有这个纯色透明件了，效果也还不错。而基础板件是这个橙色的透明件，白色板件会比较干净，并且细节刻画也会比较清晰，整体来说看上去还是比较可以的。不过这个棱角锐度处理相对来说会比较一般，感觉会有些肉。黑色零件材质相对来说会偏软，部分位置在拼装完成之后会出现挤压白痕的状态，并且这一部分的细节刻画都会偏肉。另外就是银色板件是金属成银色，零件锐度还可以，就是表面的水纹会比较多，最后拼完了部分位置的水纹会非常明显。本款模型的内容物包括白鹿主体、无人机4个、双模式打击步枪2把、液态凝结切割直刃2把、手臂替换刃2个、造型手、替换面部、支架地台，还有一把实体刃。然后就是剩余的特点透明件了。不过我这个批次会比较靠后，只有白色的，而且还有几个废件。本款模型身上的透明件和水贴都会有强烈的荧光反应，这个效果真的是非常不错，而且这个亮度非常可观，看上去真的像装了灯一样。本款模型的高度在22厘米，整体的高度还是非常高的，主要就是这两个腿的长度实在是有点太长了，甚至看上去会有些怪。首先我们来看一下头部造型处理，我个人还是蛮喜欢的。在面向部分是提供了3种正常的单边泪痕、双边泪痕，可以选择自己喜欢的进行替换，不过替换需要拆除的零件会比较多，个人建议选择一个就不要再去拆了。头部上方的2个天线卡榫会很松，需要进行加固，天线尾端都有提供透明件，安装也会比较松，建议加固一下。这里需要注意，这2个透明件内部的卡榫会非常细，安装很容易偏，为了安装方便也可以切除一部分，只保留根部一点，然后上胶水进行加固。脖子部分和头部的衔接我有个想法，我感觉一体性会比较一般，或者说这个头部是个单独的逃生舱，毕竟正常我们习惯的机甲脖子部分都会有一定的刻画，白鹿的脖子甚至可以看作是一个单独的杆儿，或者说底下的底座实在是太短了，因为把这个头部拆除以后看确实如此，加上头部的底端也没有我们熟悉的像高大头部那样比较空的状态，是饱满的，所以我个人觉得头部可以作为一个单独的逃生舱进行分离，类似于吉翁号那样的设计，不过缺少了武器和推进器，按照我的想法还是不太合理。脖子部分为多段关节，紧实度还可以，加上可动性会比较好，摆动作比较方便，而且就像前面说的，白鹿的脖子会有点短，正常看上去有一点缩脖，拉出来一点会更好一些。白鹿的胸部造型整体我还是蛮喜欢的，不知道让我为什么能想到是《流浪地球》里边的伙食的观感，主要是想到了这张图，黑色的配色加上棱角以及上方的条纹透明件，这就是给我的第一印象。
胸部两侧还有一个展开的设计，前端零件没有设计豁，所以很难打开。内部不知道这个是机枪还是传感器，说明书上也没写。不过这个部分的盖板正好会碰在头部，可能会有些干涉。如果这个盖板再往前一点，可能会更好一些。不过我是感觉这个干涉可能不太大。我这里对比了一下之前做过的大班房 Fix 白雪机，正常展开也会和头部有一定的干涉。不过白雪机那个展开角度会比较小，如果白鹿的这个也是小幅度展开，头部再拉出来一点也还可以。白鹿也算是国漫里边为数不多的设计了驾驶舱结构的模型，掀开透明件就可以打开，从上面就可以看到驾驶员和部分驾驶舱的结构。不过这里我把整个驾驶舱给它拆除出来，可以看到内部的结构是比较完整的，包括底座的部分也有一点点细节，前视屏和脚踏板的部分也是做了结构处理，驾驶员只提供了坐姿，这个部分是软胶零件，细节会比较一般。胸部两侧的引出关节是设计了液压杆的抽拉结构，前端和尾端都是球形关节进行连接，加上抽拉的精度还可以，整体的活动会比较流畅，并且根部的球形关节连接不是特别紧，建议给它加固一下。胸部后方还有一个推进器的设计，但是这个部分会很单薄，完全不像是有能力进行推进的状态。腰部侧摆部分也是设置了液压杆，下端的球形关节连接会比较松，并且这个部分的金色零件水口也在正面。本款模型因为骨架设计是不具备后仰角度，后方这里还有一个零件可以进行翻折。翻折前和翻折后确实会有一点角度的区别，但是这个不太明显，算是有点想法，但是不太有用的设计。同时我手中这一款腰部关节会很松，没有办法摆出弯腰动作，不过弯腰后的活动幅度相对来说还是可以的。另外就是比较常规的腰部旋转，这里再拓展一下，本款模型的核心骨架柱形卡榫并非是圆柱形，而是提供了平面，在安装的时候会比较顺畅。精度好一些的话，紧实度没有什么太大的问题。裆部裙甲的设计都比较小，不过前裙甲也是带有正常的可动，除了常规抬起还有一个内收的角度，但是这个部分会有些抠手。侧裙甲是卡扣和柱形卡榫进行连接，对腿部也基本上没有什么限制。本款模型是没有后裙甲的，取而代之是两个连接件，根部是柱形卡榫，用来安装无人机的配置。不过无人机的孔位和屁股后面的卡榫识别度比较一般，会有一点紧，建议打磨处理，并且活动的时候一定要摁住根部进行活动，避免断裂。肩甲整体的细节刻画还可以，得益于透明件通透度比较不错，内部的线缆和一些刻线也都是非常清晰。肩甲正面是带有一个开窗的设计，并且零件内部也是有细节填充。不过肩甲正面这个蚊子水贴，我这个应该是中奖了，白鹿这两个字的颜色不对呀。肩甲可以单独抬起，可动幅度还不错，侧面装甲也是带有一定的可动和角度。肩部和胸部中间的空档相对来说会大一些，个人感觉如果这个部分能再缩短一点，可能会更好。配合胸部引出关节的设计，整个手臂在前后的摆动角度是非常可以的，甚至后摆角度还比较大。手臂平台关节有一定的限位，只能达到当前的水准，这个时候就需要胸部引出关节的配合，在不考虑头部影响的状态下，最大的平台角度就是当前的水准。不过整个肩部关节相对来说会松一些，尤其是在后续握持长距离枪的时候会比较明显。上臂正常旋转没有问题，我这个会比较紧实。手肘是3段式结构，最大的可动范围就是当前的水准，并且手臂后方也是有抽拉结构。不过我手中的这一款肘关节相对来说会有一些松，好在握持武器也算够用。小臂末端的孔位也可以安插本款模型的剑刃特效件，呈现攻击样式，效果是不错的。同时小臂侧面这个孔位和侧裙甲是一样，都是3毫米通用接口，所以也可以把挂载在侧裙甲的连接件安插在手臂上，我是感觉这样会更好看一些。同时感兴趣的话，也可以尝试一些其他机体的武器进行适配，也算是大大增加了可选择性。造型手一共是提供了5对，分别是握拳造型手、持枪造型手、持剑造型手、开掌造型手、剑指造型手这几个，并且是采用了软胶零件。老实说，我是很喜欢这个软胶造型手的，握持武器和替换都比较方便，可以随便摆，不需要拆件。手指的细节刻画也还算比较到位，给了4个球形关节，其中1段和手臂部分安插的会比较紧实，另外2个就当备用了。手腕部的可动角度相对来说会比较微弱。本款模型腿部整体的造型，我个人是比较喜欢的，干净整洁，也比较符合现在的修长审美。但是吧，有点做的太长了，就导致整个比例看上去会很怪。单看上半身没什么太大问题，一旦是加上了腿部就不太行了。腿部另外一个问题就是关节松软的状态，首先是胯部引出关节，设计可以，但是手感会略松，得亏本款模型没有太重的武器和背包，胯部对于自主站立还摆动的相对来说也算支撑得住。
同样的问题，膝盖关节也是比较松的，但如果是正常把玩，像普通的支撑也能做得到。还是那句话，得亏他妈主体轻啊！胯部、大腿前提配合演出关节能够达到90度左右，前缘甲会有一定的干涉，后提的话连接件会有一定的干涉，只能达到当前的水准。侧地活动角度有限位，只能达到45度。膝盖部分在活动的过程中，大腿外甲和膝盖装甲会有滑动展开，最后的防穿帮效果和一体性做的是比较不错的。大腿后方也是有设计散热片的结构，不过由于零件精度的问题，小腿和膝盖部分的左右核会有缝隙，这个部分没有办法给它安插到位。腿部骨架的浮雕细节应该算是本款模型最多的一个部分，属于是那种看上去比较合理的浮雕刻画。小腿后方的推进器细节处理的还可以，尤其是这个透明管的填充，算是比较新奇一点的造型设计，至少对于我来说比较新奇，没见过。脚掌前端是做了镂空处理，并且在脚底板也是有配置喷口的刻画，单看脚腕关节会比较长，不过小腿内部的卡损会很深，脚腕关节插进去以后，我本以为会对可动造成影响，不过侧摆角度不是太好的状态，主要还是脚部零件和本身关节的冲突，腿部外甲的限制几乎是没有的，前后掌的活动和脚部前后活动范围都不是特别大。武装部分还有这个空战型背包，整体的设计非常简单，这里我来分开说。首先就是作为主推进器的部分，细节表现和推进器的刻画都还不错，和主体直接连接固定效果也还可以。然后就是安装在推进器上的3个组件，光束炮、机翼和无人机连接件，并且这3个部分的重型卡损尺寸是完全一样的，所以这个部分也存在着一定的拓展性，只不过这个拓展性由于零件本身的设计，所以摆起来可能不太好看，或者这个光束炮也可以作为推进器使用，根部也是带有平转可动的。机翼尺寸会比较长，并且这个机翼是直接一片透明件给它安装上去了。我在想这个部分如果后续能给它补充一个设定的话，可能好理解一些。现在这个状态我是不太理解。机翼整体的可动角度也会比较多，但都非常紧，加上黑色零件组合度和材质会比较一般，容易掰痕。机翼上方的文字水贴算是一个点睛之笔了。剩下的就是无人机连接件，对比裆部后方的那个背包，这个可动会更多一些。武器部分首先就是前面一笔带过的透明剑刃，造型我是很喜欢。除此之外，还有一把实体剑刃，尺寸要更长一些。当初我记得这个玩意儿好像有点说法，在设计上参考了哪种武器，不过最后呈现的我算是比较满意。但是这个部分有一点比较抠的，就是剑刃尾端的银色零件是共用，只给了2个会比较麻烦。还有一个就是金色零件的缩胶会比较明显。3把剑刃都可以通过连接件固定在手臂或者侧裙甲的部分，实体剑刃直接插进去就可以了。透明剑刃需要拆除以后再进行组装，这个部分的连接会有些松。主武器还有2把枪，技术状态就是当前这个造型还不错，这个造型我挺喜欢的。准经部分因为是滑槽，所以可以活动，但是没有限位，这个部分可能压根儿就不是这么玩的。弹夹部分也是可以进行单独拆除，枪身底部还有一个黑色零件可以进行旋转，这个应该是想做成辅助握把的配置吧。步枪还有加强玩法，拆除枪头，替换成更长的组件，替换的时候需要撑开一点再进行安装，固定效果肯定是没有问题。这个时候再配合辅助握把摆出双持高处理动作也会更好一些。步枪还有辅助连接件可以插在手臂上，不过这个个人建议针对方形卡损给它消除一点，整个尖安插会更顺畅一些。最后的武装就是本款模型的无人机，给了4个，整体的造型我是比较喜欢。武器配置应该也就是2侧的机枪加上下端的机枪，机翼部分是带有翻折口动，能够呈现不一样的攻击姿态。那么剩下的配件就是这个支架地台了，直接插在裆部的卡榫上就可以进行固定，稳定性还可以。上方的支架杆还可以进行拆除替换位置，就是这个替换零件的紧实度实在是很紧。针对无人机的部分也是提供了4个辅助支架，调整角度的设计也会很紧，安插比较费劲。同时注意连接件会比较细，安插无人机的时候一定要注意了。其实看到最后，模型本身的问题还是在骨架关节的把持力度方面。对于模型本身的玩法还有设计，老实说确实能看到很多不错的点，比如驾驶舱的细致刻画、骨架细节的处理、关节以及联动的设计、整体造型的处理。不过这个腿我还是感觉太长了，缩短一点会更好。另外，针对于手臂和背包孔位的拓展性，如果后续还能继续出白鹿相关产品的话，这些部分都算是一个比较好的突破口，比如重装或者是突击型。横向对比，在模型外观和设计上，算是一众风格怪里边比较清流的一个，至少我看到了不一样的东西。就像我之前在动态里说的一样，我个人本身对于萝卜动漫是反感的，开头噱头拉板，但是以一个只出过1款合金成品的新厂去做第1款拼装模型，我的预期是很低的，加上后面各种骚操作和言论确实很败坏好感，所以本身我是不对这种所谓的性价比模型抱有太大的希望。但是最后他交上来的这个答卷，我认为是超过我的预期。
至少也从侧面证明了对待产品素质，他们算是用心去设计了。不过针对骨架关节松的问题，这个处理上确实挺有问题的。引用之前突然火的一句话，真影响了作品，又能怪谁呢？是的，不可否认，白鹿本身有着部分左右度偏松或者偏紧，关节保持力度不够等问题，但同时在模型设计上的优点也是比较突出的。这就是我个人对于这一款模型的看法。希望以后把那个总扯犊子的人的嘴给它缝上，手也绑上，然后继续精进模型质量，至少提升一下关节紧实度和比例问题。那后续的产品不能说国模第一梯队，至少排在前几名是没有问题的。本期的 C 狗模玩分享到这里就已经全部结束了，感谢各位的收看，我们下期不见不散，拜拜。